有一种友谊无关地缘，不掺利益，历经岁月冲刷，熬过全球变局，始终纯粹又坚定。2026年5月24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正式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对华国事访问。很多网友刷到新闻都很感慨，这一场奔赴早就超越了普通的外交访问，是两个真诚国度的双向奔赴，是历经风雨后愈发稳固的双向信赖。武契奇落地北京后的第一句话就道尽了所有分量，他直言这是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简单一句话，藏着他对中国最深的敬意与认可。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很多人疑惑，武契奇多次到访中国，见证过“一带一路”论坛、北京冬奥会、93阅兵等诸多重大活动，为何本次才是他的首次对华国事访问？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个外交常识：国际访问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绝非出境参会就等同于国事访问。外交访问分为国事访问、正式访问、工作访问、礼节性访问、参会访问等多个层级，其中国事访问是主权国家对外的最高规格外交礼遇。真正的国事访问对应全套最高礼遇，包含专属礼宾官接机、红毯仪式、21响礼炮、仪仗队检阅、官方国宴，以及两国最高层战略深度会晤。它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到访，更是两国官方关系的最高定级，是对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正式盖章确认。此前武契奇的8次来华记录全部以参会、非正式访问、工作交流为主，从未享受过最高规格国事访问待遇。而本次访问是他就任塞尔维亚总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高规格的一次正式国事访问，足以印证中塞关系的含金量。落地北京后，武契奇没有丝毫懈怠，第一时间开启行程，用最朴素的方式感受中国，致敬中国。抵达当日，他专程奔赴八达岭长城，开启圆梦之旅。这是他多年来华第一次登上这座象征中华民族风骨的千年古迹。站在巍峨的长城之上，远眺万里山河，武契奇难掩震撼，直言古代中国人能修建出如此雄伟的工程，实在了不起。在他眼中，长城从来不只是建筑奇观，更是中国人不屈不挠、向阳而生的精神象征。随后，他在长城留言簿上郑重写下感言：当我站在古老的中国长城前，欣赏它的雄伟壮丽时，我仿佛能感受到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精神。他们从未放弃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字里行间满是敬意。游览途中，现场还上演了暖心一幕，长城之上响起塞尔维亚传统舞蹈表演，跨越国界的文化交融，温柔又治愈。看完特色表演，武契奇主动走进景区文创商店，认真挑选熊猫玩偶、国风文创等特色纪念品，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全程没有架子，没有距离，像一位远道而来的老友，用心触摸中国的烟火与底蕴。采访环节更是圈粉无数，被媒体问及中国网友对他的喜爱时，武契奇笑着谈起专属昵称武契奇的趣事。他坦言，每次在贝尔格莱德偶遇华人，大家都会热情上前合影，一口一句武契奇，亲切又温暖。他早已熟知这个专属代号，甚至在亲笔签名贺卡中主动使用，牢牢接住了中国网友的偏爱与善意。武契奇在社交平台动情发文，字字真心，句句赤诚。他坦言自己多次到访中国，亲眼见证中国的飞速进步、蓬勃活力与大国气度，但唯有亲临长城，站在人类文明伟大地标面前，才真切感受到独属于中华文明的厚重力量与特殊情感。他表示，中塞友谊历经艰难岁月淬炼，早已牢不可破。如今两国携手共建稳定、发展、安全的双边关系，本次访问必将深化两国羁绊，开启合作全新篇章，为未来发展带来深远影响。5月25日上午，北京阴天微凉，武契奇还专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肃穆庄重的仪式，低头默哀的身影，尽显对英烈的敬畏，对中国历史的尊重。这一举动超越了普通外交礼仪，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与敬意。
外人总说外交是利益交换，但中塞友谊从来都是例外，没有算计，没有胁迫，没有附加条件，只有患难与共，双向奔赴。中方外交部早已明确表态，将以本次国事访问为契机，持续筑牢中塞铁杆友谊，拓宽互利合作领域，丰富人文交流形式，密切多边战略协同，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落地更多惠民成果。一次次真诚互动，一个个暖心细节，让我们清晰看见，最好的国际关系从不是强者的碾压，而是平等相待，彼此珍惜，双向成就。谁能想到武契奇专机刚刚落地北京，远在万里之外的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就掀起了大规模反政府示威骚乱。根据塞尔维亚警方官方统计，本次街头集会参与人数高达 3.4 万人，规模空前。起初看似和平集会，后期却彻底失控变质。大量示威者蓄意滋事，向执勤警察投掷石块、酒瓶、烟花爆竹等杂物，刻意制造混乱，激化矛盾。为维护公共秩序，控制局势蔓延，塞尔维亚警方被迫启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当场逮捕多名闹事人员，全力平息这场突发动乱。最让人愤怒的是，这场骚乱爆发的时间点太过刻意，太过蹊跷了，偏偏卡在武契奇离国访华、推进中塞深度合作的关键窗口期。小编猜测，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民间民怨爆发，而是一场精心布局、精准 timing 的政治干预闹剧，目的就是趁国家元首出访，国内权力交接空档，制造政局动荡假象，动摇塞尔维亚执政根基，打断中塞合作进程。熟悉巴尔干地缘局势的网友都直言，这股熟悉的操作套路背后势力不言而喻。更能印证阴谋论的是，骚乱爆发的前2日，也就是5月22日，彭博社率先发布针对性报道，直接点名预警武契奇本次访华将与中方敲定多项新增合作协议，引入更多中方投资，甚至深化国防领域合作。而这一系列正常的双边合作，被西方刻意定义为触碰欧盟红线，多名匿名欧盟官员直接放话施压，明确警告塞尔维亚，持续扩大对华合作，引入中方投资会直接损害其欧盟入盟资格与进程，赤裸裸的威胁，毫不掩饰的干预，彻底暴露了西方的霸道双标本质。很多人不理解，塞尔维亚一心想要加入欧盟，为何始终不肯配合西方对华切割？答案很现实，也很扎心。塞尔维亚的入盟之路从来都不是公平对等的双向选择，而是充满各种不合理的主权胁迫。欧盟长期将入盟作为筹码，不断向塞尔维亚施压，逼迫塞尔维亚承认科索沃所谓独立地位，触碰国家主权底线。这种以出卖主权为代价的入盟条件，是任何主权国家都无法接受的。除此之外，近些年欧盟东扩意愿持续下降，对西巴尔干国家的接纳态度愈发消极，塞尔维亚入盟进程长期停滞，几乎看不到突破希望。反观国内，塞尔维亚常年面临通胀高企、经济承压的困境，周边多国地缘围堵不断。2026年3月，武契奇就公开预警，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及科索沃势力联动布局，对塞尔维亚形成合围压力，国家长期处于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一边是欧盟步步紧逼、漫天要价，关键时刻袖手旁观；一边是中国真诚相助、雪中送炭、无条件鼎力支持。任何清醒的国家都会做出正确选择。自2013年至今，中国对塞尔维亚直接投资累计突破80亿美元。截至2024年，中方投资占塞尔维亚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 32%， 是塞尔维亚最核心、最稳定的外资来源国。同时，中企承建匈塞铁路、1763高速公路等国家级基建工程，彻底完善当地交通路网，盘活斯梅代雷沃钢厂、博尔铜矿等支柱命脉企业，保住数万就业岗位，撑起塞尔维亚的出口创汇与经济基本盘。不只是经济民生，在国防安全领域，西方长期对塞尔维亚实施高端武器技术封锁，是中式装备、
为塞尔维亚筑牢了国防屏障，守护了国家领土与民众安全。正是靠着中方全方位、无保留的帮扶，加上武契奇稳健灵活的外交策略，塞尔维亚才能顶住多年地缘施压与外部围堵，在复杂变局中站稳脚跟。这也是西方极度忌惮、频频出手干预的核心原因。他们无法接受塞尔维亚挣脱掌控，更无法容忍中国的真诚合作模式打破西方的霸权规则。西方只想让塞尔维亚做依附他国的附属，而中国是真正帮塞尔维亚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一边是胁迫施压、极限打压，一边是真诚帮扶，双向成就。谁真谁假，谁善谁恶，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小编觉得这场精准爆发的内乱闹剧，恰恰反向证明了中塞合作的含金量。越是被对手忌惮，越说明我们的合作光明正大，意义非凡。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